如果你想开始断舍离家里一些不必要的物品，或者你想接触极简生活，那今天呢，我要来分享你开始断舍离极简生活的时候，你要有的这6点心态，这会让你在整个过程中不再迷茫。如果你们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们有帮助，不要忘记点个赞、留个言，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断舍离第一步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心态呢，就是不要对物品有过多的留念，或者是对它产生太多的依赖心理。首先你要做的呢，就是学会放下对这些物品产生的感情，而且呢，你心里要这么想，就是这个东西对于我当下的状态需求已经不能提供任何的价值，而且你要清楚一点呢，就是物品是来为你服务，而不是说给你的生活产生一种情感上或者是空间上的束缚。我一开始呢，也会执着于物品给我带来的价值，还有体现身份的一种标签。后来呢，我换了一个思路，想了想，我究竟是因为这个物品给我带来的外在价值才舍不得扔掉它，还是说我真的对它产生了感情？所以说，只有你学会去放下对于物品的执着之后，你才会有更多的空间创造给新的物品。在整个断舍离过程中呢，甚至是你开始了极简生活之后，做出扔掉物品的这个决定，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挑战。对于我也是这样子，所以呢，我认为这更多的是一个你如何能果断的去做出一个决定，并且立马去执行它。有些人的脑子里呢，想的是要去断舍离、去极简，但他们不能实际性的去进行下一步的原因，就是太犹豫不决，然后呢，就会拖延的不想去做这件事情。你的犹豫和拖延症呢，只会让你一直循环在这个过程里。有的时候你明知道你是时候去做这件事情了，但是你还是不想去做。所以说做断舍离的时候千万不要犹豫，而且呢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就是它会告诉你这件物品到底是要留还是扔。所以呢不要给自己机会再去有第二个可能性。当我们开始断舍离的时候呢，它其实不是一个瞬间的决定，不是说你今天断舍离几件东西之后你就过上了极简生活，也不是说你跟着网上的博主学习如何过极简生活你就完全懂得如何去执行。这更多的呢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你会开始逐渐的去改变你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去摸索到底什么才是适合你的。就算我是极简主义，但我也还是会犯错，有的时候呢我也还是想买东西想花钱，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想法。我也允许我自己去犯错，因为这样呢你才会在每次的错误里面学到说下次不能再这样子，下次不能买这个东西。不管你要过哪种生活方式，它其实呢都是一个好听高大上的名字，你要怎么去执行呢，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生活。那很多人断舍离呢，包括我自己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就是会扔掉一堆东西，然后突然转过头一想，就后悔了。所以呢，我在这里建议给任何想要开始极简的人，你可以把断舍离呢分成一小步的计划，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任务，也不要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种压力。可以像你平时在家里打扫卫生或者是整理房间那样子，每隔几个星期就是断舍离一点点东西，或者是说你看到这个东西，你觉得是时候要跟他说拜拜了，那你就立马处理掉，就不需要等到都堆积在一起了才开始，那样子我觉得反而你会更加舍不得扔掉。那我们现在说完断舍离之后呢，接下来你要做的呢，就是去避免以后再处理这些物品的这么一个行为。你要把断舍离当成是一个当下的行动。比如说你鞋柜里的这双鞋子放了很久，那你某天看到它之后呢，就想着说啊，那就等下次再说，或者我再留段时间看看自己还喜不喜欢，说不定以后还会用到呢。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下，十有八九你是不会再穿它了。有的时候你的心里其实很清楚，你不会再碰这个东西了，但你还是会给自己找借口，下次再去处理，下次再去扔。每次你拖延去做这件事情，到最后浪费的还是你自己的时间。
那到最后呢，来说一说物品是如何占据你家里的空间以及你的精力。之所以会有断舍离这个行为，是因为我们盲目的购物，没有好好的考虑到这件物品是不是有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负担，或者是说一旦它对我们没有了价值之后，我们就开始喜新厌旧，不想要或者要去更换它。所以呢，在你实践极简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到这个东西能给你带来好看以外的实际用途，还需要去考虑它会占据你家里多少的空间，你要花多少的时间去维护它。有些东西说实话真的是比人还要娇气，那些看似好看昂贵的东西打理起来会比较麻烦，甚至你还需要用到特别的手法、特别的工具去维护它。所以要问问自己，你愿不愿意为了这个物品投资你的时间和精力？断舍离呢是个有得必有失的决定，你在扔掉一件物品的同时，它能给你带来更多的空间。相反，如果你决定留着这件物品，那你就得承担照顾起它的责任，以及它占据你家里的空间，免费居住还不付房租。所以呢，真的购买之前要多想一想，你之后要怎么处理这件物品。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所要分享的这6个心态。如果你们喜欢，不要忘记关注、点赞、加收藏。好，那我们下周5再见，拜拜。